我本是万寿宗唯一能契约五爪金龙的御兽天才，却放弃神龙不选，偏偏在后山选了一头猪签订契约。所有人都嘲笑我有病，但他们绝对想不到，我靠着每天跟猪打架，早已把修为修炼到了圣人巅峰。一切只因我能看见所有御兽的心愿，只要完成一个御兽的心愿，就能获得一点许愿点，用于提高自己的实力，并且自己契约的御兽也跟着会变强。多年后放养的猪也成了手持钉耙的猪刚鬣，打扫猪圈的猴子成了拥有火眼金睛的猴王，甚至连洗脚的丫鬟都是九尾妖姬。而我为了能更快获得许愿点，竟主动放弃修炼来到后山养猪，因为他们的愿望很简单，每天能吃上一碗猪食就是他们的夙愿。可直到这天，我却发现有一头猪的心愿竟然和其他猪不一样，他的心愿是想见前2天来猪圈挑猪的仙子。谁也没想到400头猪里还混进去了一头色猪，人家来猪圈里挑猪可是想吃你们的呀！我差点被这独特的杀白猪心愿给笑到，可下一秒赤焰猴咧嘴露出尖牙，满脸不屑，仿佛在说：“就凭你也想奴一本猴王？”我笑着又走近了几步，按照御兽诀的流程，契约需要将神识侵入灵兽灵魂，打下精神烙印。若是灵兽激烈反抗，要么磨耗他的精力，要么将他打服，才能成功。赤焰猴见我靠近，双爪腾起火光，摆出了战斗姿态。谁都渴望自由，你就算逃出了这座兽园，前往其他地方，难道就能获得自由吗？那不过是进入了另一个束缚中而已。世间处处都有限制，你想要自由，只有变得足够强，强到能打破所有规矩。而我能帮你变强，和我契约不会磨灭你的兽性，也不会过多束缚你，如何？我目光定定地看着他，开口道。赤焰猴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似乎不明白我怎么会知道他想逃出去的心思，可他依旧不信，自由只能握在自己手里。吼！他一声吼叫，手中火光直朝我砸来。我就喜欢你这桀骜不驯的模样。我笑着闪身躲开，同时运转御兽诀，神识径直刺进了他的灵魂里。我的神识范围足有80多米，此刻10米距离，神识强度更是被拉到最大。赤焰猴脑袋骤然一疼，彻底被激怒了。吼吼吼！他飞速冲来，双臂燃起火焰，一拳砸向我，正是他的法术火臂。我早有准备，掐诀一指，藤缠术，精通级的藤缠术瞬发而出，地面破开，数条粗壮的蔓藤破土而出，瞬间缠住了他的四肢。火虽克木，但我的境界远高于他，蔓藤坚硬无比，他要烧断还得费些功夫。以后你变强后，回想起这一幕，会感谢我选择了你，跟在我身边，将你是这辈子最大的福分。我趁此机会，一记火球术精准击中他，轰！火力被我控制的恰到好处，爆破的震感震得他头皮发麻，却又没造成重伤。轰轰！接连2记火球落下，赤焰猴终于挣断了蔓藤，却也被砸得晕头转向，脚步虚浮。我抓住机会，立刻催动神识，继续完成契约烙印。围栏外的寿元长老看得连连点头，暗自赞叹，不愧是天灵根的天才，这2门法术用得极为老练，根本不是靠丹药堆出来的境界，就是不知他执意养猪，未来能走到哪一步。就在这时，原本晕乎乎的赤焰猴忽然猛地冲刺，全身腾起熊熊火焰，竟是他的第2门法术烈焰冲锋。他之前的眩晕全是装的，就是为了找机会近身偷袭。小心！寿元长老厉声提醒。好一个狡诈的猴子！我反应极快，再次施展藤缠术，这次的目标却不是他，而是我自己。地面腾起的蔓藤瞬间将我护住，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赤焰猴狠狠撞在蔓藤网上，愤怒的伸长手臂，却根本碰不到我分毫。好了好了，今后我就是你的主人，要学乖点。我站在蔓藤网后，伸手按在他的脑袋上，微笑道。下一秒，精神烙印彻底成型，契约成功。我撤去蔓藤，赤焰猴见我不设防御，张口怒吼，抬臂就想攻击，可下一秒他便跪倒在地，脑袋里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，发出一声哀嚎。我动用契约的力量，淡淡道：如今你已是我的宠兽，该收敛一点凶性了。利爪能对着敌人，可不能对着自家主人。一旦契约成立，我便能通过精神烙印反制他，只要他有伤人之心，便会触发灵魂刺痛，失去攻击能力。契约成功了。寿元长老有些意外地走了过来，满脸赞叹。他本以为我要阴沟里翻船，没想到最后一手藤缠术直接定了胜局，当真精彩。长老对着跪地的赤焰猴严肃道：在寿元待了那么久，现在有人愿意收留你，还不快速速臣服？赤焰猴咬紧牙关，捂着脑袋撑起身子，他知道大势已去，灵魂已经被打下烙印，再反抗也没用，不如假意臣服，先逃出寿元，日后再找机会夺回自由。他慢慢低下了头，放弃了攻击，脑中的刺痛也随之消失。你能想明白就好，放心吧，在我身边不会亏待你的。我笑着心念一动，一道白光将赤焰猴笼罩，收入了内井之中，随后向寿元长老道谢。长老也把赤焰猴的吃食习惯交给了我，送我离开了寿元，心里却暗自可惜，不知这桀骜的猴子跟着我养猪，最后会不会也变得懒惰不堪。回到玉白峰的住所，我便察觉到内井里的赤焰猴状态不对。我的内井有20多平米，供他生活绰绰有余，可他却正对着边缘的黑雾拳打脚踢，显然是被关在内井里，像坐牢一样，浑身不自在。他本就一心想逃出寿元，性子又桀骜，关在内井里确实不合适。那今后你就待在外头修炼吧。我心念一动，把他放了出来。赤焰猴出了内井，左顾右盼，虽然依旧满脸不爽，却也勉强接受了。你在玉白峰修炼，绝不能伤到外面的杀白猪，也不能随意攻击来访的弟子。若是不听话，我便将你再次收入内井中。我严肃地定下规矩。我在这养猪本就引得不少长老不满，要是再出宠兽伤人、偷吃猪的事，怕是连养猪的差事都保不住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赤焰猴滋滋2声点头应下，可眼珠子滴溜溜转，显然没安什么好心。直到我再次用精神烙印警告，他才捂着脑袋，滋滋呀呀地保
保证安分。我看向他的信息面板，名称赤焰猴，当前心愿变强，逃出兽园，完成。2个心愿只完成了1个，没能拿到许愿点奖励，剩下的变强是蓝色心愿，完成后应该能拿到不错的奖励。我的心愿系统里，心愿按颜色分7等，从低到高是白、绿、蓝、紫、红、金、彩，前2种只给少量许愿点，往后的都会附带额外宝物。蓝色心愿已经算是难得的好奖励了。我打开许愿点商城，扫过上面的灵草丹药，最后选定了飞渡兽丹，一阶5重以下，可无条件突破1重妖兽境界，所需许愿点4500。我现在手里一共有4990点许愿点，足够兑换。来，赤焰猴，这个名字不太好听，以后叫你猴哥吧。来，猴哥，给你吃个宝丹。我笑着取出泛着幽蓝丹韵的飞渡兽丹，丹药的香气瞬间散开，赤焰猴眼睛一下子就亮了，可又满脸狐疑，不敢相信我这个刚契约他的主人会给他这么好的宝贝。他犹豫了半天，终究抵不住丹药的诱惑，一把抓过兽丹，一口闷了下去，生怕我反悔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磅礴温暖的能量瞬间在他体内爆发，妖力一路暴涨后，赤焰猴发出一声畅快的吼叫，境界直接突破，稳稳踏入了1阶5重，完成1头赤焰猴心愿，获得许愿点3000，进化途径图谱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的脑海里多了一本进化图谱，只要观测妖兽，就能显现出它所有的进化路径。我立刻看向赤焰猴，图谱上瞬间浮现出数十种进化方向，从烈火猴、长臂焰猴到3火猛猴，五花八门。可扫过进化所需的材料，我顿时犯了难，光是最基础的赤岩石就要3万许愿点，还有500枚下品火灵石，算下来要近5000下品灵石，寻常炼气期弟子根本拿不出来。这么多灵石，我得养多少天珠才能凑齐？我忽然眼睛一亮，那钱星夜好像还欠我1万灵石，只要赢了半个月后的决斗，这进化材料不就全有了？我看着眼前眼露凶光的赤焰猴，笑道：“很有气势，那你进化的资源就靠自己赚吧。”赤焰猴还没反应过来，脑袋又是一阵刺痛，瞬间跪倒在我面前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笑道：“这御兽诀还真灵，记得，我现在可是你的主人，你得摆正自己的态度，下回再对我龇牙咧嘴、凶神恶煞，就让你痛个1天1夜。”赤焰猴捂着脑袋，气喘吁吁，再看我含笑的脸，只觉得不寒而栗。他总算明白，这个主人比他想象的难对付多了。既然对方能给他宝药让他变强，不如暂时听命，等日后实力够了再谋自由。他眼珠子一转，立刻露出了讨好的笑容。见他终于安分，我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大袋珠石递给他，说道：“既然懂了，那就开始干活吧。晚上把这些珠石都到碗里搅拌均匀，明天起来还得喂外面的猪呢。”赤焰猴瞬间傻眼，他堂堂战斗灵兽，居然要去搅拌珠石，你心性太过于浮躁。这也是修行之一，修行的道路可比你想象中的长呢。炼气也不过是开启，要从小事开始打磨心性，知道吗？我一本正经地说道，哄得赤焰猴一愣一愣的，只能捧着珠石到角落乖乖搅拌，心里只盼着赶紧干完活，好继续搬石炼体，打发走赤焰猴。我取出了江洛伊给的传音符，那头杀白猪的红色心愿还没完成，红色心愿我没完成过几次，每次给的奖励都极为丰厚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，趁着今夜还未过去，要不再联系看看，没准还能约出来到猪圈赏月。我心里暗道，将传音符贴在玉简上，可等了半天，传音符闪了几下白光就灭了，始终没接通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给江洛伊留了言，收起了传音符。次日一早，我便收到了江洛伊的回信，可我没急着回复，先去了猪圈，查看那头杀白猪的状态。名称：杀白猪，当前心愿：想见3天前来猪圈挑猪的仙子。心愿还在，只是颜色从红色降到了紫色。再看那头杀白猪垂头丧气的模样，怕是要不了多久，这心愿就会彻底消失，变回和其他猪一样，只想要1碗猪食。早知道昨天哪怕强硬点，也要拉着江洛伊过来了。我叹了口气，不过紫色心愿也极为难得，值得我再费些功夫。于是我取出传音符，联系了江洛伊。另一边，等了一上午消息的江洛伊，正满脸懊恼的在训练场练着水剑术，心里不停埋怨钱星夜坏了他的事，正犹豫着要不要主动给我发消息。传音符忽然亮了，是秦师兄。他一脸欢喜，立刻用神识扫过消息，随后脸色却有些古怪。我居然在问他杀白猪的护养方法，他之前在玉白峰做过任务，确实有不少经验，便耐着性子把杀白猪的喂养技巧、培养猪王的方法全都详细回复给了我。我们有来有回聊了几句，我顺势发出了邀请，那江师妹可以来玉白峰帮我选选吗？师兄约我了。江洛伊瞬间激动不已，满脸喜色。他本就对我一见倾心，根本不在意宗门里那些说我荒废天赋的流言，只觉得天才行事自有道理，甚至还暗自庆幸我去养猪，他才有机会接触到我。他立刻笑着回复：师兄，没问题，我等会就过去帮你选选。收到回信，我放下玉简，目光扫过猪圈里的400头杀白猪，心里却在琢磨江洛伊说的猪王。普通杀白猪一头只能给我10点许愿点，400头1天也就4000点，可一头猪王的价值顶得上10头普通杀白猪，不仅许愿点更多，宗门给的报酬也会翻倍。这座玉白峰的猪圈是谢长老承包的，我可不想一直替人养猪。我定下了一个小目标，存够20万下品灵石，从谢长老手里买下这座猪圈，把玉白峰变成自己的地盘，到时候就能扩大养殖，赚更多的灵石和许愿点。我打开进化图谱，扫过杀白猪的进化路径，发现普通杀白猪进化成猪王只需要12株乌灵草，而乌灵草我手里就有30株，是5天的猪食份额。不过我也没急着一口气培养太多，一天出1头猪王还好，要是数量暴增，肯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得循序渐进，慢慢增加数量才稳妥。哼哼，那头盼着仙子的杀白猪从猪圈里探出脑袋，左顾右盼，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好了好了，你心心念念的仙子马上就到，先吃了午饭吧。
猴哥，过来捣猪食！我朝不远处搬石头的赤焰猴喊了一声，他没好气地丢下石头，端来拌好的猪食。我一头头喂完，收获了3990点许愿点，唯独那头盼着仙子的杀白猪，心愿还没完成。就在这时，传音符亮了，是江洛伊到了山门外，进不来阵法。我拿着木牌出去接他，就见他一身素衣，身姿曼妙，见到我立刻笑着挥手。师兄，我微微一笑，还礼道：江师妹，多谢你能来帮忙挑选。我们边走边聊，很快就到了猪圈前。那是师兄契约的宠兽吗？居然还会清理猪屎，好乖巧啊！江洛伊看到拿着扫把打扫的赤焰猴，满脸诧异，可赤焰猴转头就凶了他一眼，还一脚踹开了凑过来的杀白猪。而那头心心念念着仙子的杀白猪，却欢天喜地地冲到猪圈最前面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洛伊，嘴里哈着热气，兴奋得直哼哼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里响起，我瞬间愣在了原地。完成一头杀白猪心愿，获得许愿点15000，御兽类神通9香。神通居然是一门神通，法术分天地玄黄4等，而神通是凌驾于4等之上的仙法，在玄真界只有名门大派和圣地才有传承。一门神通出世，就连元婴真君都会下场争抢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一个降级的紫色心愿居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江洛伊见我愣神，疑惑地问道。我立刻回过神，压下心里的激动，说道：没事，师妹你继续挑选吧。我看着江洛伊，心里暗道，真是个招财的女人啊。接下来，江洛伊接连指了几头杀白猪，我对照着进化图谱一看，他选的几头进化成猪王所需的乌灵草都比其他猪少，最多也就15株，比普通饲养员强多了，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难不成他吃杀白猪都吃出经验了？多谢师妹了。我给他选的几头猪做了标记，便准备送客，毕竟邀他过来的主要目的已经完成，心愿了结，再留下去也没什么必要，能帮助到师兄就好。这几头杀白猪好好照顾，不出几个月可能就能养出个猪王。江洛伊说完，心里却有些失落，师兄全程都只和他聊养猪，半点别的意思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那头刚完成心愿的杀白猪突然从众猪里拱了出来，哼哼唧唧地叫着，还不停拍着自己的肚皮，拼命吸引江洛伊的注意。这杀白猪好有意思啊，还会拍肚子。江洛伊被逗笑了，可仔细端详了一番，又哀叹道：可惜这头猪毛色虽不错，但年岁比其他猪大了点，很难培养成猪王了。师兄还是早点找人卖掉它吧，不然再过1年肉都要老了。我看向那头猪，它的进化需求是30株乌灵草，确实比其他猪难培养得多。可那头猪像是听懂了江洛伊的话，难过的哼哼着，却还是努力凑在前面，盼着江洛伊能带走它。江洛伊见状也有些嘴馋，想着好久没吃烤全猪了，便笑着开口道：师兄，难得来一次，我也不好空手回去，不如师妹买下它带走吧，也算是帮师兄冲点业绩。一头杀白猪价值500下品灵石，我每卖出去一头，能拿到5枚灵石的奖励。只是这头猪毕竟诞生过红色心愿，我心里难免有些犹豫。师兄不会舍不得这头杀白猪吧？江洛伊见我迟疑，笑着问道。我回过神，他的强烈心愿已经完成，再想焕发新的强烈心愿怕是很难了，便笑着答应道：没有，师妹肯光顾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嘿嘿，那等我把这猪料理好，分师兄一半。别看我境界不高，做菜手艺可却很厉害呢。江洛伊笑着，直接从猪圈里抱起了那头杀白猪，心念一动就装进了灵兽袋里。师兄，这是500下品灵石，你轻点下。他取出灵石和我完成交易，随后便离开了玉白峰。我把灵石记在账本上，划掉了这头猪的记录，通知谢长老下次送猪食时补一头猪仔，这才回到住所，准备研究刚到手的神通9香。与此同时，洗法峰上，钱星夜得知江洛伊独自去玉白峰私会我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可恶，混蛋，该死的秦安，半月后觉得我一定要废了你手脚。他咬牙切齿地咒骂着，一脚踹开了身边的女修。女修滚下床，刚爬起来想说什么，滚！钱星夜把一块中品火灵石砸在她身上，满脸怒容。女修不敢多言，立刻提着裙子跑了。她通过内门考核后，身边从不缺主动贴上来的女修，可这些人在她眼里都比不上她心中的白月光江洛伊。江洛伊是她的逆鳞，绝不容许任何人染指。她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暗自决定，半月后的擂台上一定要找机会失手打死我。宗门里擂台决斗失手打死弟子，本就是常事，不会受到处罚。秦安，就让你再多活一段时间。这场准内门弟子与养猪天才的决斗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宗门，甚至有几位长老看准商机，联手开了赌盘。内门的一座山峰里，几位长老正围坐在一起议论，哈哈哈，何长老，这养猪天才弟子不就是你当日想收为徒弟的那位吗？怎么还闹出这样的动静？与一名准内门弟子决斗，还是为了女人？哎，何长老，你的眼光不行啊！这样的弟子难成大器，荒废自己的天赋，跑去外峰养猪，我看啊，还是剥夺他内门弟子的身份吧，太丢人了。这身份是根据宗门收徒规矩锁定，总不能对方不愿意拜师就剥离身份吧？陈长老，我看啊，过了。像这种自暴自弃又回心转意的天才弟子又不是没有，万一哪天对方成就金丹呢？我们还是不如说说这赌盘吧。何长老，你要下一注赌？几位长老笑着看向了一旁身穿青衫的老者，既然你们都赌他输，不看好他，那老夫就下一注，赌他赢。何成群面色淡然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打算下多少？陈长老咧嘴笑道：只觉得自己稳赚不赔，就1000中品灵石吧。这话一出，几位长老纷纷惊愕，1000中品灵石相当于10万下品灵石，就算是他们这些筑基长老，这也是一笔大手笔了。哈哈哈，好，下注无悔。陈长老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笔赌注。钱星夜本就是他选拔上去的，实力如何他心知肚明，根本不觉得自己会输。且看半月后谁赢谁输吧。我沉下心来，彻底理清了神通9香的能力。修炼成后，可储存契约宠兽进化前的相貌，更改宠兽外形，每储存一次相貌完成进化，就能让宠兽实力永久增幅1成，最高可叠加9成，是既能伪装形态，又能实打实提升实力的逆天神通。别看1成增幅看似不多，可修炼越往后，实力提升越难。等宠兽到了9级，这9成增幅就相当于实力翻倍，同境界堪称无敌。这神通是后
后劲勃发啊！炼气期的1成增幅或许没多大区别，可元婴期的1成增幅就恐怖了。我深入研习后发现，以我如今的悟性，想完整学完这门神通，至少要1年半载，我哪里等得起？于是心念一动，系统面板上立刻浮现出新的心愿条目：当前心愿神通9香入门，所需许愿点1万，给我加点1万许愿点瞬间扣除，算上今日完成心愿的收获和之前的累积，剩余许愿点12480。当前心愿神通9香入门，实现神通9香入门5万。须臾之间，我只觉灵光一闪，瞬间悟透了9香的入门法门。原来如此，我心中豁然开朗，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。系统面板上也同步多出了神通专属板块，足见这门法术的稀有与强大。我已经契约了赤焰猴，正好可以借助9香的能力储存它的外形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心中勾勒赤焰猴的模样，因早已缔结契约，勾勒过程异常顺利。很快，一幅完整的赤焰猴画像便在我脑海中成型，下方浮现一行字迹：低头御兽，第1项赤焰猴，储存9香第1项。我心中默念，同时引导着那股异常的增幅力量，顺着契约流向屋外正在搬石炼体的赤焰猴。画像泛起微光，无形的力量瞬间抵达赤焰猴体内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难以置信地发出惊叫：滋滋吱！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凭空长了一截，只当是日夜锻炼的成果。兴奋地嘶吼一声，更加卖力地搬起石头，甚至盯上了更大的山石。屋中的我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变化。御兽师与宠兽本就心意相通，宠兽实力提升也会反哺御兽师。赤焰猴增幅了1成力量，我的修为也跟着有了微弱的提升，真是太神奇了，不愧是神通。我记得在描述中，赤焰猴如果进化成其他模样，也能使用赤焰猴的外形来伪装，这在决斗中可是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变化术啊！我心中大喜，只是我如今只摸到了入门门槛，要到熟练阶段才能储存赤焰猴的下一个相貌。我看了一眼系统信息，一阵肉疼，下一个阶段要5万许愿点啊！算了，不急着继续修炼神通，从藏书楼中得到的移花接木法术先学会。移花接木法术既能储存自身法力，也能在宠兽体内种下法花，实现力量的相互转化，关键时刻足以绝地翻盘。当前心愿移花接木残本补全，并且入门，所需许愿点5000。心念一动，5000许愿点瞬间扣除，如今只剩下7480许愿点了，不够花啊，完全不够花。我叹了口气，彻底掌握了移花接木法术。抬手间，一条蓝色虚线从我的手心延伸而出，另一端正连接着屋外的赤焰猴。我缓缓向他体内输送法力。屋外，赤焰猴正红着脸嘶吼着，试图抬起数千斤的巨石，可体内妖力早已透支，眼看就要被巨石压弯身体。就在这时，他体内的妖力忽然凭空暴涨一截，他惊愕地瞪大眼睛，猛地将巨石放到了一旁。轰隆，山石落地，赤焰猴心里也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滋滋，他在迟钝也反应过来，这股力量来自木屋中的我，顿时有些索然无味，伸手拍了拍山石，转身回去养猪了。今天的修炼到此为止。锅内，沙白猪急得团团转，蹄子疯狂乱蹬。他把江洛伊当仙女，没想到对方竟是要把她做成食物。锅内虽还没生火，可那些葱姜大料的刺鼻气味，让他瞬间想起了猪圈老前辈的话，拼了命的踹锅盖，可被法力加持的锅盖纹丝不动。危急关头，他想起了前辈传下的法子，立刻转过身，双蹄疯了似的刨向锅底。当当当，生死存亡之际，这头一接一重的沙白猪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硬是把锅底刨出了一道口子，又拼尽全力撞穿锅底，从灶台里冲了出去。他喘着粗气，见江洛伊不在屋里，立刻踩着桌子撞破窗户，逃进了山林。可他刚跑出去没多久，就被几名外门弟子发现了，是野生沙白猪，快抓住他，卖掉可值不少钱啊！哪怕杀了，我们自个吃掉，也能增进法力。一道道法术迎面飞来，沙白猪吓得拼命往密林深处钻，身上被法术割出了一道道伤口，也彻底明白了自己太弱了，永远逃不掉被当成食物的命运。被法术再次割伤的瞬间，他想起了玉白峰那个特殊的饲养员，只有成为他的宠兽，自己才有机会摆脱命运。沙白猪迷茫的目光瞬间变得坚定，调转方向，拼了命的朝着玉白峰的方向跑去。另一边，江洛伊给我发了好多条信息没收到回复，洗完澡回到厨房，直接傻眼了。我的猪呢？破裂的铁锅，炸开的灶台，满地的猪蹄印，都在告诉他沙白猪跑了。我的天啊，早知道先把它宰了再下锅入味了啊！气死我了，我猪啊！江洛伊发出痛苦的叫喊声。500下品灵石可不是小数目，他心疼的像丢了一件法器。洗法风并不大，他一定还没逃远，我要找到他。我还没问清楚师兄喜欢什么口味，怎么能让他跑掉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御起法术就冲进了密林，正好听到有弟子在围堵沙白猪，立刻大喊：那是我的沙白猪！可他找了整整一夜，也没找到沙白猪的踪迹。夜深人静，玉白峰我的木屋外，一头遍体鳞伤的沙白猪从草丛里钻了出来，眼神坚定的一步步靠近木门。屋内正在搅拌猪食的赤焰猴放下长棒，警惕地看向门口。砰砰砰，一声声撞击传来，我抬起头，手里还拿着传音符，诧异道：这么晚了，谁会过来啊？总不至于没有回复消息，那僵尸妹就杀上门来吧。我起身打开门，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江洛伊的消息，前面问我喜欢什么口味的烤乳猪，后面哭诉沙白猪从锅里跑了，我只当是他找的借口，根本没当回事。可木门打开的瞬间，我直接愣住了，门口站着的正是我卖给江洛伊的那头沙白猪，而真正让我震惊的是他头顶飘着的心愿，名称沙白猪，当前心愿成为秦安的宠兽，脱离食物身份，境界变强到1阶5重，颜色是金色。金色心愿，我瞬间回过神，死死盯着眼前的沙白猪，生怕自己眼花。修炼至今，我从没遇到过金色心愿，一直以为只有高境界妖兽才能诞生，没想到竟在一头1阶1重
虫的沙白猪身上见到了，加上昨天实现的蓝色心愿，这猪哪里是沙白猪，分明是招财猪，真是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！这心愿完成难度不大，就算后续降级也能保个紫色。若是真完成了金色，我心里满是期待，炯炯有神的目光看得沙白猪一阵害怕，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2步，满脸警惕。他已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我，若是我也想吃掉他，他拼了命也要再逃一次。别怕别怕，你是将师妹带走的那头沙白猪吧？你这副模样，中途是被人追着打了吗？饿了吧？来吃点猪食喘口气吧。我连忙让赤焰猴端来一碗猪食，摆在他面前，笑得一脸和蔼。沙白猪犹豫了一下，终究抵不住饥饿，上前吃了一口，又立刻抬起头盯着我，稍有异动就准备撒腿跑。慢慢吃，没事，吃完里面还有。我笑着安抚他。精通2阶御兽的我很清楚，现在要先瓦解他的警惕，才能顺利契约，完成心愿的第一步。炼气7御兽师一般能契约2到3头宠兽，沙白猪境界低微，契约难度极低，正好赤焰猴不爱待在内井，里面的空位刚好给他。很快，沙白猪吃完了猪食，放松下来的瞬间，疲惫感瞬间涌来，他打了个饱嗝，看着我，发出焦急的哼哼声，不知道该怎么让我契约他，培养他。小家伙，想成为我的宠兽吗？我伸出手，笑着询问道。沙白猪眼神一亮，大叫一声，你可比赤焰猴乖多了，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吧？哼哼哼，我懂你的心思，想变强，那今后可得好好听我的话。沙白猪用力地点了点脑袋，见时机成熟，我手掌按在他的脑袋上，神识侵入他的灵魂，开始打下精神烙印。这次契约比收服赤焰猴顺利太多，一来他境界低微，毫无抵抗，二来我的神识本就远超同阶，眨眼之间契约便彻底成型。我也清晰地感受到，以我当前的境界，最多还能再契约1头宠兽，否则神识便会支撑不住。哼哼哼，感受到契约的瞬间，沙白猪兴奋地在地上打起滚来，他终于有机会摆脱食物的命运了。可兴奋过后，他又开始不安，生怕我只是契约了他，转头就会把他吃掉。我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从储物袋里取出3株乌灵草。好了，小家伙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第2头宠兽了。这3株乌灵草，你慢慢吃，我会将你先培养成为猪王，再帮助你一点点变强，不用担忧。对我来说，沙白猪同样有潜力的灵兽。沙白猪望着我，眼中满是感激与期待。走，先进屋子，给你洗个澡。这全身血迹斑斑的模样可不好入睡。我带着他进了屋，给他介绍赤焰猴，这是我的第1头宠兽，赤焰猴。猴哥，至于你，我也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就叫做八戒。这名字可大有来头。猴哥，八戒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赤焰猴走到八戒面前，俯视着他，眼里满是不屑。可碍于我的面子，也没做什么，点了点头就去一旁睡觉了。八戒也不服气，他可没忘这猴子之前在猪圈踹过他一脚，心里暗下决心，总有一天要踹回来。我给八戒洗了澡，涂抹草药处理好伤口，便将他收入内井休息。他如今境界太低，在内井修炼的速度远比外界快。名称沙白猪，当前心愿成为秦安的宠兽，完成；脱离食物身份，完成；境界变强到1阶5重，心愿进度已经更新，只剩最后一项境界提升，加上今天收获的4000许愿点，目前我有11480点，能一步到位帮助他提升到1阶5重吗？我躺在床上看着系统商城，暗自盘算起来。乌灵草在系统中是200点心愿1株，得先买30株，这里就得扣掉6000许愿点了。我买下30株乌灵草，许愿点瞬间变成5480点，一阵肉疼。八戒进化成沙白猪王需要30株乌灵草，不能动谢长老给的猪食份额，只能自己承担。可沙白猪王的境界上限只有1阶3重，想突破到1阶5重，还得让他再进化一次。毕竟沙白猪作为食物灵兽，种族天赋上限就在那里，至少要1周才能帮他提升到1阶5重。希望那时候金色心愿不会变色吧。我叹了口气，最近我手里的灵石也捉襟见肘，前星夜那1万下品灵石的赌约还有10天才到时间，当务之急是先提升赤焰猴的战斗力，再慢慢培养八戒。御兽师的决斗可不是回合制，除了御兽师本身能参战，所有契约宠兽都能同时放出来混战。前星夜手里有2头1阶5重的宠兽，我却还不清楚具体种类，于是掏出了江洛伊的传音符，只是看着他发来的一连串未读消息，我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。毕竟这头沙白猪我相当于白捡了500下品灵石，可摸了摸空空的储物袋，还是决定先安慰他一下，大不了以后有钱了再请他吃一顿。师妹，抱歉，刚刚修炼看到信息，猪丢了，多半被其他外门弟子给吃掉了。师妹你别伤心，下回来玉白峰再选1头就好。对了，师妹，你知道前星夜契约的宠兽是什么类型吗？实力如何？你也知道，我刚刚契约1头赤焰猴，怕到时候决斗没有准备，所以找你打听1、2。发完消息，我便准备休息，明天还要早起喂猪，培养猪王的事也得提上日程了。另一边，还在密林里找猪的江洛伊收到消息，瞬间松了口气。师兄他不怪我弄丢那头猪了，我还以为师兄一直没回我，是生气了呢。哎，虽然有些心疼这500灵石，可这寻了一晚上都没寻到，是真的没啥希望了。罢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他彻底放下了找猪的念头，看到我询问前星夜的宠兽情况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就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发了过来。他本就厌烦前星夜的纠缠，若是我能在决斗中赢了他，他只会更高兴。师兄，你可一定要加油啊，让我摆脱前星夜的纠缠。江洛伊发完消息，握紧小拳头，低声嘀咕道。次日一早，我醒来便拿到了前星夜宠兽的情报。第1头宠兽是白野鳄，1阶5重的白野鳄的确不好对付，这可是炼气7中沼泽水池的霸主呢。第2头宠兽灵蛤蟆比较普通，好对付，不过2头都是水系的，偏克我的赤焰猴呢。我快速梳理这2头灵兽的信息，白野鳄是近战水系灵兽，皮糙肉厚，擅长撕咬尾击，又肉又有输出，是很多炼气7御兽师的噩梦。灵蛤蟆是远程水系灵兽，擅长各类水属性法术，只要能近身，就算属性克制，赤焰猴也能靠拳脚击败它。赤焰猴在火系的法术上并不突出，更多还是近战的能力，算是火系
系加格斗系，理清楚思路。我虽觉得有些棘手，却也安定了不少。只要培养得当，我胜算依旧很大。更何况赤焰猴被克制，我还有8戒。杀白猪本质上是无属性，也能归为土系，土克水，还有10天时间，完全来得及。我内视内景，意外的发现8戒竟没有偷懒睡觉，正努力的吸收着内景里的灵气修炼。我的天灵根本就带来了充沛的内景灵气，加上赤焰猴不爱待在内景，里面溢满的法力，全便宜了8戒。不错，不怕你天赋差，就怕你天赋差还不努力。我收回视线，十分满意，让赤焰猴端出猪食，喊8戒出来吃饭。8戒看着猪圈里的同族，心中感触颇深，低头拼命的吃着乌灵草。乌灵草也是需要体力来消化，你天赋弱，就需要付出比其他灵兽更多的汗水。我又给他添了几株乌灵草，便带着赤焰猴进了猪圈。靠着江洛伊之前的挑选和进化图谱，我很快选定了一头进化需求最低的杀白猪。杀白猪王所需6株乌灵草，气血正常。来，宝贝，这是你最喜欢的乌灵草，都吃掉吧。我笑着把乌灵草喂给了他。等他吃撑之后，系统信息立刻发生了变化。杀白猪王所需1天时间，吃完乌灵草达到进化条件后还需要时间来完成。我还以为吃完就能立刻进化，没想到还要等1天。既然如此，喂完所有猪，收获4000许愿点后，我便找了本武学，打算给赤焰猴补一补近战课。猴哥，10天后有一场决斗需要你上场，对面是属性上比较克制你的白野鹅林蛤蟆，你应该不会害怕吧？我一脸微笑着说道。之后，吼吼吼，赤焰猴狠狠捶打着胸膛，发出震天的吼叫，仿佛在说他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。见他斗志昂扬，我彻底放下心来，取出用3000许愿点兑换来的武学秘籍。这是由世俗一名武道宗师集合各类武学所创的8型拳。你在火属性法术上不弱，但近战攻击太过于杂乱无章，而且容易冲动。接下来我会教你此拳，希望你能学以致用。赤焰猴皱了皱眉头，他本觉得厮杀全靠本能，根本不需要学什么拳法，可看着我认真的表情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只要能变强，学什么都可以。我心中一喜，立刻开始认真讲解8型拳的要领，一边比划动作，一边详细解释每一招的用意和发力技巧。8型拳顾名思义，是模仿8种动物的动作而形成的拳法。这8种动物分别是虎、象、豹、蛇、鹤、狗、马、鸡，每一种动物的动作都有其独特之处，将这些特点融入到拳法中，就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。其中象形拳讲究的是气势如虹，拳出勇猛，要有一种一往无前的霸气。我率先演示了象形拳，身形游动，拳风凌厉，出拳时仿佛背后有一尊巨象仰体猛砸。赤焰猴看得瞪圆了眼睛，眼中燃起炽热的光芒，立刻开始模仿我的动作。起初虽有些笨拙，却异常认真。一旁的8戒也探出头来，好奇地跟着模仿，只是他没法像赤焰猴一样双脚站立，动作显得格外怪异。我也没有阻拦，技多不压身，愿意学总是好的。转眼到了次日，赤焰猴本就擅长近战，对8型拳的掌握已经熟练了许多。8戒依旧笨重，索性放弃了其他招式，只专心学象形拳。可练了许久也毫无进展，渐渐变得沮丧起来。我看在眼里，决定给他一点甜头，稳住他的心态，免得金色心愿发生变化。我蹲在他面前，安慰道：修炼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持之以恒的努力，有时候也是一种天赋。说完，我把手掌放在他的脑袋上，看向进化图谱。他吃完30株乌灵草，进化成猪王还需要5天时间，天赋确实差了太多。我心念一动，系统面板上浮现出心愿条目：当前心愿，杀白猪境界突破到1阶2重，所需许愿点5000。下一秒，许愿点瞬间扣除。我手掌下的8戒身躯一震，不敢相信的叫吼出声：他竟然突破了！好了好了，我施展了个小法术，让你境界突破，接下来还能提升哦。我笑着运转神通9香，顺着契约勾勒出8戒的形象。有了之前储存赤焰猴的经验，这次格外顺利。很快，脑海中浮现出一行字迹：第2头御兽第1项杀白猪。1成的实力增幅瞬间落在8戒身上，他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，惊得张大了嘴巴，转头练拳比之前认真了数倍，一心想让我看到他的努力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来到猪圈，查看昨天喂养的那头杀白猪，名称杀白猪王，当前心愿3碗猪食。他已经成功进化成了杀白猪王，体型比之前大了整整1圈，壮硕无比，真够壮实的，而且胃口也变大了，1天需要3碗猪食，呵呵呵，不错不错，今天就联系谢长老看看能不能把你卖掉。我脸上露出笑容，掏出传音符，联系了谢长老。谢长老接到我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白峰，盯着那头高大的杀白猪王，府长连连赞叹：好好好，看这体型，看这气势，绝对是上等货色。没想到你在养猪上当真有天赋啊！这才上任5天时间就培养出了一头猪王。我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这一幕，有2阶御兽术、进化图谱和心愿系统，养出一头猪王本就是手到擒来的事。谢长老满意就好，满意满意。这样的杀白猪王在市场上可是抢手货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好好犒劳你。谢长老转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赞赏。一般培养出一头杀白猪王，可以得到500下品灵石奖赏，老夫个人再添100块，另外宗门贡献一次性给你加100点。我心中一喜，连忙行礼道：多谢谢长老。下品灵石多100块不算什么，可100点宗门贡献却不少。内门弟子1年也才1000点，这一下就相当于我1个月的份额，攒起来又能兑换1门新功法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长老摆了摆手。这时我开口问道：谢长老，不知这猪圈还扩大吗？我觉得照顾500头也绰绰有余，培养出来的猪王概率也能加大，多100头杀白猪，我每天就能多拿1000许愿点，1个月就是1万，这笔数目相当可观。可谢长老闻言苦笑道：若是1个月前，老夫还能答应你多加100头，但现在他摇了摇头。前段时间买了件玄级上品法宝，我这兜里的灵石也不多了，只能
等到年后再扩建猪圈，我心里一阵遗憾，暗自腹诽。谢长老待在宗门里不打杀不冒险，买什么玄级上品法宝，白白浪费了灵石。一件玄级上品法宝至少要100万下品灵石，根本不是炼器能用的东西。扩建猪圈的事泡汤了。我又问道：谢长老，我看这边还有些空地，弟子想在这里养些灵鸡灵鸭，绝不耽误养猪的活，也不私用猪粮，您看可以吗？猪圈不能扩大，我就自己养些灵兽，多赚些许愿点。灵鸡灵鸭虽然单价低，可市场需求大，也不费事。谢长老皱了皱眉头，猪圈角落确实有片空地空着也是浪费。他又看了看我这身内门弟子的衣袍，决定卖我这个人情。可以，不过这养猪的活一定要做好。谢长老放心，过个几天，我一定再培养出一头猪王出来。我欣喜不已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好，若是能再培养一头出来，这灵石和宗门贡献不会少了你。好了，老夫要去进购猪食了，这猪王便先带走了。谢长老笑着将杀白猪王收入了宠兽袋。临走时，我忽然问道：对了，谢长老，不知道您可有下品火灵石？我身上没有。记得你是修炼木属性功法的，怎么需要下品火灵石？谢长老疑惑道：我契约了一头赤焰猴，想着利用下品火灵石给它培养进化。谢长老看了一眼正在搅拌猪食的赤焰猴，说道：老夫有一好友，倒是有一些下品火灵石，改天我去问问。不过这价格可不比市场上便宜哦，一枚下品火灵石可换10枚，至少要5000下品灵石呢。你身上有那么多？我笑道：10天后就有了。谢长老闻言，想起了宗门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决斗，哈哈大笑道：听闻你与那钱星夜的赌注就是1万下品灵石，你这是确信自己会赢啊？自然，我点了点头。行，那我去找那好友，给你预留一些火属性下品灵石。多谢长老。谢长老离开玉白峰，嘴里还在嘀咕：必赢吗？听闻内门长老开的赌盘，秦安的胜算就1成，赌注比例能达到1比3.5呢。他承认我有天赋，可我入宗才几天，宠兽根本没培养起来。天灵根是修炼天赋，没法立刻转化为实力，可他还是动了心思，秉着小赌怡情的念头，打算投一笔在我身上，赌我赢。另一边，洗法峰上，钱星夜，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都说过多少次，我不会做你道侣的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感到恶心。江洛伊指着钱星夜的鼻子，毫不留情的怒骂一顿，转身就走。留在原地的钱星夜脸色难看，握紧拳头，满腔愤怒最后只化为一声叹息。洛伊啊，你为什么还是想不明白？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，你也只能成为我的道侣。他看着江洛伊远去的背影，眼里腾起了一丝邪念。这时，跟在他身后的小弟低声说道：钱少，调查清楚了，那秦安在寿元里契约的是一头赤焰猴，听外人说那猴子性格恶劣，桀骜不驯，如今被对方收服，10天后多半就是他上场。赤焰猴，火属性。钱星夜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我还以为对方能契约什么灵兽的，没想到是捡破烂。走，回去，改天找人去玉白峰试探下底细。次日，钱星夜找来了2名小弟，让其去玉白峰试探我的底细。那2人闻言，立刻应下出了洗法峰。我们真的要为了钱少去找那秦安麻烦？不是找麻烦，是试探他宠兽的实力。可是那秦安是内门弟子啊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得罪他？怕什么？钱少马上就是内门弟子了。与对方平起平坐，孔一涵伸手搂住旁边兄弟的肩膀，意气风发地说道：而且那秦安抛弃内门福地，仗着自己天赋不修炼，去养猪，已经让许多长老心生厌恶了。这次他决斗若是输了，呵呵呵，多半内门弟子的身份就会被剥夺，到时候他和我们一样是外门弟子了。所以别怕，抱着钱少的大腿就好。简之力闻言，用力点了点头。好，那我们怎么试探？嘿嘿，我已经打听清楚，那赤焰猴每天都会去玉白峰后边搬石头锻炼身体，我们召唤出宠兽，让他们假装是野生妖兽上去打一顿即可。孔一涵自信满满的说道：这个办法不错，既能试探出赤焰猴的实力，又不会直接得罪秦安。简之力点头赞同道。2人当即准备妥当，各自召唤出了自己的宠兽。孔一涵的是一头擅长近战的铁甲熊，简之力的则是一头远近皆能、身手敏捷的风影狼。2人带着宠兽悄悄摸进玉白峰后山，果然看到了正在搬山时的赤焰猴。孔一涵低声吩咐简之力先放风影狼上前试探，简之力点头应下，揉了揉风影狼的脑袋，便让他冲了出去。赤焰猴听到动静放下山时，双爪瞬间腾起火焰，摆出了战斗姿态。他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恶意，目光扫过，正好撞见草丛里扑来的风影狼。不等他细想玉白峰为何会有野生妖兽，风影狼已经扑到近前后，赤焰猴手臂瞬间被火焰覆盖，施展出火臂法术。风影狼身形灵活，张口吐出一道锋刃，却被赤焰猴掷出的火光凌空撞碎，尘土飞扬间，赤焰猴周身裹着火焰，施展出烈焰冲锋，急速逼近。风影狼瞳孔一缩，侧身想躲，可这段时间苦练8形拳的赤焰猴早已预判了他的动作，拳影如出动火蛇，一招蛇形拳狠狠砸在了风影狼的腹部。风影狼惨叫出声，倒飞出去撞在了树干上。不好，快让你的铁甲熊上去，这家伙实力有点强。简之力在一旁惊呼出声，孔一涵也立刻下令让铁甲熊冲上去支援。可就在铁甲熊冲锋的途中，风影狼已经彻底没了反抗之力，被赤焰猴提着后脚跟狠狠砸在地上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简之力看得一阵心疼，差点冲上去，却被孔一涵死死拉住，提醒他2人现在不能露面。好在铁甲熊及时赶到，一记猛烈冲撞逼得赤焰猴连连后退，救下了风影狼。滋滋，赤焰猴皱起眉头，只觉得这2头突然冒出来的野生妖兽处处透着古怪，立刻通过契约通知了我。他很清楚，眼前这头铁甲熊块头巨大，不好对付，在我赶来之前，必须自己撑住。铁甲熊与赤焰猴境界相当，却凭着庞大的体型、强悍的力量与防御力，很快占据了上风。赤焰猴的火焰很难对它造成致命伤害，在熊掌的连
翻猛拍下，渐渐有些吃不消。就在他跳跃闪避的瞬间，恢复了些力气的风影狼一记锋刃袭来，在他手臂上割开了一道伤口，鲜血滴落，瞬间激起了赤焰猴的凶性。后，他捶胸怒吼，施展出象形拳，拳后火焰喷射助推力道，竟硬生生与铁甲熊对了一拳。砰！这怎么可能？赤焰猴可不是以力量著称的灵兽啊！孔一涵瞪大了眼睛，满脸难以置信。瘦小的赤焰猴与铁甲熊对拳竟不落下风，周围的树木都被震得纷纷倒伏。移花接木，我迈步走进战场，手心亮起一道光芒，嘴角带笑。没想到在玉白峰还有灵兽来捣乱，我一眼就看穿这两头妖兽是他人契约的宠兽，只不过对方躲着不肯露面，想来是不想撕破脸皮。猴哥用鹤形拳攻击铁甲熊的眼睛，不用管那风影狼。闻言，赤焰猴立刻动了，周身火光缭绕，身形快如闪电，踩着铁甲熊的手臂跃至半空，一拳便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。铁甲熊痛得惨叫出声，旁边的风影狼也被赤焰猴的凶性吓破了胆，连连后退。不好！孔一涵见势不妙，连忙从草丛里跑了出来。秦师兄，快让你的宠兽住手！两位师弟这是从何而来啊？我见到2名外门弟子跑出，脸上带着笑意，问道：秦师兄，这2头妖兽是我们的宠兽，来玉白峰时不小心迷了路，这才与你的宠兽相斗起来，快让他住手吧，别打了，多伤和气啊！孔一涵连忙喊道。可战场上的战斗非但没停，反而越打越凶。赤焰猴腰力沸腾，一拳接着一拳，打得铁甲熊连连后退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含笑，这段时间的特训果然没白费，加上移花接木的法力转化，如今的赤焰猴在同阶内难逢对手，哪怕是皮糙肉厚的铁甲熊，也挡不住他那套融合了8形拳的拳法。这2头不是野生妖兽吗？原来是2位师弟的宠兽啊！那之前2位师弟怎么不站出来阻拦呢？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，目光在2人身上扫过。现在我的宠兽似乎对你们的宠兽很感兴趣，想要好好交流一番呢，哪能轻易停手啊？孔一涵和简之力面面相觑，心中暗自叫苦。他们没想到赤焰猴实力如此强悍，更没想到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。我的态度更是让他们心底发毛。秦师兄，这确实是个误会，我们这就把宠兽带走，不打扰你的清静。孔一涵试图缓和气氛，边说边给简之力使眼色，让他召回风影狼赶紧撤退。简之力心领神会，立刻吹响口哨。可风影狼刚想靠近，就被赤焰猴拦了下来，发起了猛攻。刚得到喘息的铁甲熊想爬起来，也被赤焰猴回头一拳砸倒在地。以1敌2，他竟丝毫不虚。秦师兄，你看这……孔一涵彻底急了，铁甲熊的眼睛都瞎了一只，再打下去，宠兽怕是要直接废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根本没让赤焰猴停手。2位师弟，宠兽之间的争斗也是修行的一部分，何不让他们好好较量一番呢？说不定这也能让你们的宠兽得到一些成长。孔一涵心中怒火翻涌，却只能咬牙沉声问道：秦师兄，你真要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吗？话里话外已经带上了一丝威胁。我偏头扫了他一眼，呵的一声笑了出来。2位师弟来玉白峰是什么目的？心知肚明，不就是为了试探我宠兽的实力吗？那今日就让你们看个够呗！怎么就允许你们试探，不允许我试探？说着，我刻意露出了腰间的内门弟子腰牌。我在玉白峰养猪，就是想过个休闲日子，但你们来找麻烦，就得做好承担的后果。这场战斗打完，此事也就算了，否则我便是告诉谢长老，你们放任宠兽破坏玉白峰环境。2人闻言脸色骤变，瞬间低下了头。宗门法规严明，不允许私寻衅滋事，他们这番操作本就违规，我又是内门弟子，真要闹到谢长老那里，他们少不得要去执法堂走一趟。2人瞬间没了气焰，只能站在一旁焦急地看着战场。就在这时，铁甲熊终于抵挡不住赤焰猴的猛攻，被一拳重重击倒在地。风影狼也被甩飞出去，浑身是伤，嘴角淌血。赤焰猴脚踩铁甲熊的身躯，居高临下的瞥了风影狼一眼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，随即转身跑到我面前邀功，做得很好。经过这场战斗，你也算把8形拳彻底掌握了。我抚摸着他的脑袋，出声夸奖。随后，我看向孔一涵和简之力，目光透出一丝冷意。2位师弟，今天的事情我就不多追究了，但请记住，以后不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对我的宠兽有任何不敬之举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说完，我便带着赤焰猴转身离开。2人看着我的背影，又心疼地看着重伤的宠兽，咬牙切齿地骂了几句，连忙带着宠兽回去治疗，顺便向钱星夜汇报情况。回到洗法峰，2人把玉白峰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钱星夜。可他听完，只是慢条斯理地用妖肉喂着脚边的白影，脸上没有半分担忧。你们被打败很正常，因为你们太弱了，而且他只有1头宠兽，我有2头，呵呵呵，这枚丹药赐给你吧，下去休息，等着9天后决斗，看我如何替你们报仇雪恨就好。2人拿到丹药，顿时欣喜若狂，只觉得自己跟对了人，连治疗费都省了下来。另一边，我成功进购了100只灵鸡幼崽，这些灵鸡的心愿大多只是一把灵米，全部完成后，我一共收获了210点许愿点。虽然单只给的许愿点远不如杀白猪，但积少成多，我也没打算只养普通灵鸡，我的目标是培养出灵鸡王。我打开进化图谱，灵鸡进化成王的条件并不苛刻，只需要1斤灵米，1滴1阶无属性妖兽精血，再等它成年即可。灵米一得，精血更是可以直接让8戒提供，再合适不过。猴哥照顾猪圈，8戒今后就照顾鸡圈吧。我召唤出杀白猪，出声吩咐，8戒用力点了点头，接下了这份看管灵鸡幼崽的差事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便是5天。这一日正是8戒进化成为杀白猪王的日子。在我的注视下，他的身躯渐渐变得庞大，白皮愈发油亮光泽，4肢肌肉虬结，整个体型大了1圈还多，力量暴涨。8戒兴奋地哼叫着，庞大的身躯甚至能直立起身，足有2米高，只是没站几秒就又趴了下去，显然还不太适应。不要太兴奋，进化到杀白猪王只是你的开始，
接下来你跟着猴哥每天锻炼力量，将力量突破3000斤力，这样我便可以让你再一次进化，培养你成为万力猪王。我表情满意的说道，我早已规划好，要把八戒培养成皮糙肉厚的守护型宠兽，在前面扛伤，给赤焰猴创造输出空间，等日后我到了炼气巅峰，再契约一只远程宠兽，阵容就彻底成型了。八戒用力点了下头，我忽然想起九香的伪装能力，正好拿他是试手，我抬手按在他身上，低喝一声九香，第一项光芒笼罩住八戒，下一秒他的身躯骤然收缩，竟变回了之前那只小沙白猪的模样，一屁股摔在地上，一脸懵逼，哼哼哼，他焦急地朝我叫唤，我笑着解除了神通，他的身躯瞬间膨胀，变回了沙白猪王的模样，这才彻底安下心来。再过4天就要决斗了，到时候你也要上场，你这境界这几天要提升上来了，否则一阶二重上场也是挨打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我抬手按在他的脑袋上，心念一动，当前心愿，沙白猪境界突破到一阶3重，所需许愿点10000许愿点瞬间扣除。八戒大眼一瞪，清晰地感受到了境界的突破，我知道这是拔苗助长，会有后遗症，可眼下决斗在即，我没有太多时间让他慢慢成长，他必须帮赤焰猴分担火力，继续加油，等你的力量突破3000斤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进化计划了。现在跟猴哥去锻炼吧。我拍了拍八戒，他晕乎乎地跑进山里，和赤焰猴一起锻炼。赤焰猴练班时，他就练撞山，一练就练到了深夜。夜间竟有意外来客，僵尸妹，我很是诧异，没想到江洛伊会深夜到访。师兄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丹药，名为狩猎丹，给麾下宠兽服用后，可以在1个时辰内实力大幅度增长。我知道4天后就是师兄和钱星夜决斗，这丹药还请师兄收下，以防万一。江洛伊双手捧着一个小巧的玉瓶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我看着那枚狩猎丹，瞬间愣住了，这是皇级上品丹药，能让宠兽短时间内爆发实力，代价却是透支生命，药效过后便会陷入垂死状态，我根本不可能用这种东西。于是我伸手拒绝道，僵尸妹，这丹药还是你留下吧，我不需要它。闻言，江洛伊急了，说道，师兄，这丹药你还是收下吧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担心，但钱星夜他有些手段，我怕你会吃亏，不能勉强啊，师兄，否则看见你落败，我会心中寝食难安，自责后悔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恳求，这场决斗因他而起，他始终心怀愧疚，我知道再推辞只会让他更不安，便叹了口气，收下了丹药，只是心里打定主意，绝不会使用。那就多谢僵尸妹了。江洛伊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这狩猎丹是宗门丹顶峰炼制的吧？僵尸妹，万寿宗内如果想学炼丹的话，可有推荐的丹师？我摇晃了下丹药，出声问道。炼丹是修仙6艺里最赚钱的行当，我想攒够20万下品灵石承包玉白峰，最快的办法就是炼丹。丹师，师兄是想学习炼丹吗？江洛伊见我点头，仔细思考了下，说道，丹顶峰皇级炼丹师里，唯有殷文旭丹师最为出色。前些年我便听说他的炼丹法适合诸多类型的丹药，以快火为主，一天能连着炼制9炉丹药。不过他年末就要晋级成为玄级炼丹师了，所以目前收徒的条件非常苛刻，必须拥有炼丹的天赋，能通过他的考验才会传授炼丹法，而且报名考验的灵石比较贵，1000下品灵石，失败的话概不退还。师兄，他咬了咬牙，又道，师兄若是灵石不够用，师妹这里可以先借你，多谢师妹了。不过此事不急，我月末再去丹顶峰瞧瞧，这段时间得先应付决斗呢。我记下殷文旭这个名字，笑着说道。江洛伊闻言，心里却有些可惜，本想着借着借钱的由头，能多来几趟玉白峰。两人又聊了几句，我便送江洛伊离开，途中正好撞见了回来的八戒和猴哥。庞大的猪身从林子里钻出，赤焰猴盘腿坐在猪背上，一脸神气。八戒见到江洛伊，瞬间僵住，脚步都差点崴了。赤焰猴眉头一皱，一巴掌拍在他的猪脑上，他才稳住身形，心里不停给自己打气，我已经变强了，西岳的仙子吃不了我，别怕，师兄，这沙白猪王是……江洛伊一脸疑惑，总觉得这猪王的神态有些眼熟，可八戒如今变化太大，他终究没能认出来，这就是当初从他锅里跑掉的那头沙白猪，是我契约的第2头宠兽。来，八戒，和仙子打个招呼。我笑着挪了挪八戒的脸，他强装镇定的朝江洛伊点了点头，可心里全是被下锅的阴影啊！师兄，你还契约了一头沙白猪王？江洛伊彻底震惊了，沙白猪王本是食物妖兽，竟也能被当成战斗宠兽契约，可他转念一想，只当是我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养肥了再吃，再加上我刚才喊他仙子，脸上瞬间泛起了红晕。这猪王，师兄一定要养好，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下厨。说完，他脚下御风，急匆匆的跑掉了，留下我一人满脸错愕。八戒更是身躯一颤，大眼直勾勾的盯着我。我失笑出声，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别胡思乱想，我怎么会舍得吃掉你？你可是我的招财猪啊！八戒似懂非懂，见我真没那个心思，才彻底安下心来，只在心里暗骂江洛伊是坏女人，竟还想蛊惑主人吃了她。数天后，决斗前夕，院子里，赤焰猴正和八戒对练，火光砸在八戒身上，只留下少许黑痕，就算是火壁近身，也被他厚实的猪皮抵消了大半伤害。今天我刚花了2万许愿点，把八戒的境界提升到了1阶4重，再加上连日撞山练出的硬皮，防御力早已今非昔比。不错，八戒的反应越来越快了。我在一旁点头，出声点评：猴哥，你的火壁攻击需要更加精准和猛烈，白野鳄的皮肉会比八戒更加厚实，你想要打得动，必须利用火壁推动拳头的力度，否则以你目前的实力，打他就是挠痒痒。而八戒，你是无属性灵兽，因此需要在旁边多加协助猴哥，他的火焰若是被灵蛤蟆和白野鳄给熄灭，就会导致战斗力下降。作为一个坦克，你要懂得及时上去扛伤害。好了，今天的对练就到此结束吧。我拍了拍手，两兽立刻停下动作。八戒兴高采烈地缩小身体，跑到我面前撒娇拱我的手，赤焰猴却站在原地，满脸困惑。他想不通，自己的实力进步怎么反而没有那头猪快。他回想起之前数次体内突然暴涨的力量，终于彻底想明白，宠兽想快速进步，终究还是要靠御兽师。滋滋，他也跑到我面前，一脚踹开脚边的八戒，双臂交叉在胸前，尾巴一摇一摆，一副傲娇的模样。
我看着他头顶突然冒出来的心愿，不由一愣。名称：赤焰猴，当前心愿：进化变强，心愿颜色：蓝色。上一次他的蓝色心愿让我拿到了进化图谱，如今受了8戒的刺激，他的心愿再次升级，变成了蓝色。我笑道：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我已经和谢长老说了，会收集下品火灵石，到时候将你培养成为烈火猴。闻言，赤焰猴的表情瞬间缓和下来，主动把脑袋伸到了我面前，允许我抚摸。我被他这副模样逗乐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他便愉悦地转身离开了。好了，你也回内景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可是要苦战一场呢。我屈指一点，白光笼罩住8戒，将他收入了内景之中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看向自己的数据面板，还剩17000多许愿点，这些点数不够再给两兽提升大境界，我索性全部用来提升御兽诀和养生息法诀。9740点许愿点瞬间扣除，海量的功法感悟涌入我的脑海，顷刻间便被我尽数吸收掌握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境界顺利突破到炼气6重，体内法力暴涨1成，神识范围也从80多米一路延伸到了120米。成了！我吐出一口浊气，与两兽的契约也变得更加深厚，他们传递过来的力量也更强了，剩下就看明日的决斗了。我转身走进屋内，静心休息。次日一早，万兽宗外峰变得异常热闹，我与钱星夜这场因女人争风吃醋，定下1万灵石赌约的决斗，早已传遍了整个宗门，各峰的修士都往擂台方向赶，想找个好位置看热闹。师兄江洛伊站在擂台下，心里满是担忧，握紧了小拳头，左右扫视着，寻找我的身影。周围到处都是议论声，大多是不看好我的，觉得我一个刚入门半月的新人，绝不可能打赢修炼了5年的钱星夜。更有人嘲讽我放着内门福地不带，跑去养猪，根本没有内门弟子的修养。就连2位身穿蓝袍的内门弟子也笑着说我必输无疑，还下注赌我落败。擂台下，钱星夜早已到场，神情自若，仿佛对这场决斗胸有成竹。外门与内门的几位长老也都落了座，玉白峰的谢长老也在其中，听着周围内门长老的议论。何长老，没想到你会亲自来看这场决斗，倒是让我有点意外了。陈长老咧嘴笑道，我还以为你会不忍看见自己欣赏的内门弟子待会被打趴下，跪在那里求饶呢。陈长老，有信心是好事，但决斗场上瞬息万变，谁胜谁负还未可知。何长老微微一笑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说道，再说，陈长老，你可是赌盘的发起者，我怎能不来看看你赔钱的模样？赔钱？哈哈哈！何长老对那秦安当真是看好啊。陈长老笑容收敛，说道，那我们就等着待会看谁会苦，谁会笑吧。两人交谈完毕，便各自闭目养神，其他长老则兴致勃勃地议论着，我到底有没有赢的可能？就在这时，擂台下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来了，室内养猪天才修士秦安，果然是内门弟子，言而有信，就算是必输也会上场。等等，不对劲，他怎么骑着一头猪过来的？我去，不愧是养猪天才修士啊，居然骑着杀白猪王来赶赴决斗，不怕他人嗤笑啊。秦师兄，在全场弟子的注视下，我骑着体型庞大的杀白猪王缓缓走来，眼神坚定，丝毫未受外界议论的影响。台下的弟子，远处的长老，要么捂脸想笑，要么头疼摇头，都被我这操作惊到了。哈哈哈！何长老，果然你看好的弟子就是厉害，居然能骑着一头杀白猪王来决斗，另类，太另类了，差点把老夫给笑死。陈长老大笑着，身上的法力都差点因为情绪波动而蔓延出去。其他长老也纷纷含笑议论，说这杀白猪王养的确实壮硕，还打趣谢长老要去玉白峰挑几头猪王。谢长老只能尴尬的笑着拱手回应，而何成群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，眉头紧锁，显然对我骑猪赴约的行为十分不满，低声自语道，该不会老夫真的看走眼了吧？我翻身从8戒身上下来，快步走上擂台，向钱星夜微微一拱手，说道，让钱师弟久等了。钱星夜冷笑一声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说道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我淡然一笑，说道，我从不食言，既然答应了决斗，自然会来，而且有人送上1万下品灵石，怎么能不收呢？这就是你的杀手锏，击败我的底气。一头杀白猪王。钱星夜目光看向8戒，露出不屑的神情，养的倒是挺肥的，可食物毕竟是食物，拿到擂台上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准备吧，速战速决，打赢你后我还得去找僵尸妹呢。面对他的挑衅与轻视，我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多做回应。御兽师的较量从来不在口舌之上。我转过身，轻轻拍了拍8戒庞大的身躯，低语道，8戒，今天就看你的了。8戒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，低声吼叫了一声，仿佛在回应我的嘱托。接着我看向担任裁判的长老，对其点了点头，示意决斗可以开始。那名长老欲言又止，见我满脸自信，终究没说劝阻的话，迈步走到擂台中央。宗门有规，门内弟子若有矛盾，可上擂台决斗。弟子秦安与弟子钱星夜将在本长老的见证下，一较高下，解决矛盾，生死自负。赌约1万下品灵石，已收取。现在宣布开始。随着裁判长老一声令下，擂台上升起了一道光幕，足以承受筑基修士的全力一击，将擂台内外彻底隔绝开来。钱星夜屈指一点，一道白光闪过，召唤出了自己的宠兽白野鹅，随即看向我说道，我知道你契约了一头赤焰猴，那才是你的主力吧，快点召唤出来吧，否则待会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微微一笑，并未立即召唤赤焰猴，而是轻轻拍了拍8戒那庞大的身躯，轻声说道，8戒，你先上，记得缠住白野鹅，别让他腾出手来。8戒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，随即低吼一声，猛然冲去，哼哼哼，巨大的身体在狂奔，脚下尘土飞扬，气势十足。钱星夜见状，眉头微皱，冷笑一声，可笑至极，教训他。白野鹅。下一秒，白野鹅张开血盆大口，四肢一动，瞬间出现在8戒面前，锋利的牙齿闪烁着寒光，一口咬中了8戒的前腿。哼哼，8戒的皮肉扛不住他的咬击，前腿立刻被咬出了血痕，却并未畏惧，反而滚动身躯压向对方，死死缠住了白野鹅。我也在此时召唤出了赤焰猴，心里很清楚，8戒正面对决赢不了白野鹅，只能拖延时间。我用的正是田忌赛马的战术，用最肉的8戒拖住对方最强的白野鹅，让赤焰猴先解决灵蛤蟆，而我亲自对付
钱星夜。上一声厉喝，我与赤焰猴齐齐动手，一记精通级别的藤缠术施展而出。钱星夜脚下无数藤蔓瞬间破土而出，赤焰猴则化为一道火光，直接动用烈焰冲锋。天真，你以为我没有防着你吗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内门弟子，我岂会因为小乔而阴沟里翻了船？钱星夜迅速做出反应，冷笑一声，身形一闪，轻松躲过藤蔓缠绕，同时召唤出灵蛤蟆迎击赤焰猴。灵蛤蟆使用水雾屏障。钱星夜冷静地指挥着灵蛤蟆，灵蛤蟆闻言立刻张开大嘴，喷出一股浓郁的水雾，迅速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屏障，不仅能阻挡火焰攻击，还能模糊攻击者的视线。赤焰猴在接触到水雾屏障时，身上的火焰瞬间被削弱了许多。水箭，下一秒，灵蛤蟆口中射出3道水箭，直取赤焰猴的要害。砰！第一道水箭被赤焰猴的火臂击碎，可火臂上的火焰也随之虚弱。火球术。第2、3道水箭被我瞬发的2记小火球精准阻拦，速战速决，解决对方。我闪身出现在灵蛤蟆旁边，藤缠术瞬间捆绑住它的脚跟。灵蛤蟆是远程宠兽，必须先解决掉，否则赤焰猴接下来面对白野鳄时会腹背受敌。你会法术，难道我就不会吗？水漩涡。钱星夜见状，双手结印，一道巨大的水漩涡在灵蛤蟆脚下形成，瞬间将我的藤缠术藤蔓卷入其中搅碎。同时水漩涡不断扩大，释放出强大的吸力，试图将我和赤焰猴一同卷入。我面色凝重，对方擅长水系法术，2只宠兽也都是水系，属性上本就克制我们。而这时灵蛤蟆再次射出3道水箭，这次的目标赫然是我。砰！赤焰猴在旁边出拳阻拦了一道水箭，身体却也被漩涡卷了进去。我则身形一闪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剩余的水箭。呼呼呼！吼！漩涡中，赤焰猴奋力地挣扎着。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的实力。钱星夜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。你这样的对手，根本不配让我使出全力。擂台外，外门弟子见状一阵欢呼，观战的内门弟子却皱起眉头，摇了摇头，觉得我实在丢人现眼，甚至已经有人提前离场。师兄，还有机会的，狩猎丹呢？江洛伊握紧拳头，眼中满是忧色。长老们大多默不作声，唯有陈长老笑得满面春风。看来胜负已定了。何长老，你的1000中品灵石老夫就笑纳了，急什么？这不是还没打完吗？何成寻目光紧紧盯着擂台，总觉得我太过镇定，必然还有杀手锏没有使出来。就目前这形势，我看不出哪里还有翻盘点啊。两者灵兽相差太大，又是属性克制，那赤焰猴虽说气势澎湃，但可惜被卷入漩涡，动弹不得，身上火焰熄灭，本领都发挥不出来几成。陈长老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周围长老传来一阵惊呼：怎么可能？他以力破法，这赤焰猴的力量怕是已经达到了3000斤以上了。陈长老脸色骤变，连忙转头看向擂台，只见擂台上赤焰猴浑身被妖力包裹，火焰尽数凝聚在拳头一点，以象形拳发力，一拳狠狠砸向地面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地面被打出一个深坑，狂暴的力量直接将水漩涡彻底震碎。赤焰猴抬起鲜红的眼睛，下一秒身上火焰重新点燃，烈焰冲锋直冲到了灵蛤蟆面前。呱呱！灵蛤蟆吓得脸色巨变，水漩涡本就在他脚下附近，赤焰猴一脱困，他根本没时间逃离，刚蹦跳起来，就在半空中结结实实挨了一拳。火臂！砰！经过火臂火焰加持的拳头力大无比，灵蛤蟆的脸庞直接被打凹，身子咻的朝着后面飞去，狠狠砸在了擂台屏障上。这一惊变让擂台外的外门弟子脸色瞬间苍白。师兄打得好！江洛伊则激动地叫喊出声。擂台上，白野鳄一记铁尾甩击，狠狠击退了8戒，随即快速奔向赤焰猴，防止他乘胜追击要了灵蛤蟆的性命。这时，我一脸微笑地看着钱星夜，说道：钱师弟，现在你可以使出全力了，你做了什么？钱星夜面色阴沉地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地阶5重的赤焰猴怎么可能爆发出那么强的力量，打破他的水漩涡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心态。在他看来，就算灵蛤蟆失去战斗力，他还有白野鳄，我能打的依旧只有一头赤焰猴，胜负依旧在他手中。秦安，你果然有些手段。钱星夜冷冷地说道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了吗？白野鳄才是我真正的主力，瞧瞧你的杀白猪王吧，都快被咬死了。现在就算1对1，你的赤焰猴也消耗了大部分妖力，敌不过我。擂台上，白野鳄彻底对上了赤焰猴，两者爆